在我家里的观音台那边，我就跟他拜，跟他许愿，说希望我明天起来就不喜欢男生，希望我喜欢女生。我就想说，如果不能的话，你就让我不要醒来吧，这样子很极端。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燕郑冰燕，欢迎收看我们的第4集 Podcast。在我旁边的呢就是陈学生。大家好，我是陈学生，学生会长。如果有看过我们以前频道的人呢，应该会认识你，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上次合作是几时，你还记得吗？我觉得多少年了，你记得吗？一定是疫情当中，对2020年。我们是5年前，对，5年前了。而且那时候我看我真的是很瘦，然后呢，那个时候的你也是比较胖一点。那时候，而且你还是在你家录的。对，我们会连线去报道。对，而且呢，我看回去很好笑哦，因为那时候我是坐在桌子前面，我就讲，欢迎我们的国际主播陈学生。所以我们以前就是一个本地主播跟国际主播。对，然后我就会说谢谢冰燕，今天来报道国际新闻这样子。是，然后今天呢，你也是以一个国际友人的身份来上我的节目，因为我已经在我的认知里面，你已经算是半个台湾人了。是不是 ？OK， 我觉得 OK， 我先讲一下啦，就是我的这个 podcast 其实很简单，就是邀请一些我觉得我很欣赏的人，当然学生一向来都是很欣赏的人呢，因为以前你在帮我报新闻的时候，帮我拍影片的时候，我都是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很有自己想法，我也觉得你是未来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很优秀的自媒体。我在他之前我是很勤劳发片啊，然后我就开始没有在努力经营自媒体，然后反而就是我一直每次在YouTube 上面看到你啊，在 IG 上面看到你啊，甚至是在小红书看到你啊，而且我觉得你厉害的地方是在于我在别人的平台也看到你，就是我有时候刷一下，你又突然上了某某的 Podcast， 或者是上了某某那个叫什么啊，那个他很同志那个大棒记啊，大棒记，对，我就吓到了，因为我是不经意滑到，我就哇，怎么会有我？对，我就觉得哇，你很厉害耶，你已经是不只是一个自媒体，而且你已经是就是很多人受邀的一个嘉宾这样子，而且又办了自己的那个见面会，对吗？对啊，下礼拜在台湾。是我真的觉得你厉害，你已经做到一些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我也觉得我也不差啦。对啊，就讲到我像是飞上天这样子。至少在短视频上面你是做得很优秀，因为你已经有IG 6万 follower， 我比你少很多倍。然后你也接了很多的业配之类的，也没有很多啦，就有啦，有不同，而且有不同类型的影片。确实。当然，我觉得今天我们因为我觉得你跟我一样啊，就是喜欢做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要聊聊一个身份。我们喜欢的东西很多，但喜欢的性别只有一个。你好像有讲过不一定哦。好像不一定。我觉得每个人有一个光谱。对。特别喜欢的性别。对，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聊聊同志这个主题了。好，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因为你是马来西亚。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环境长大嘛，然后你去了台湾过后，你发现到我们就是马来西亚的同志圈跟台湾的同志圈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在台湾那边，其实我拍关于同志的影片，就是有时候我可能说，身为同志会遇到这些问题什么的，但有些台湾人会觉得说，可是你聊的这个议题已经是好多年前的议题，就他们已经他们可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对他。当然不是怎么会自卑呢？对，怎么会害怕跟父母出柜呢？当然不是全部台湾，当然像我的男朋友，他现在其实都还没有跟家人出柜，对，还没有，所以可是你都这么高调了，在 story 而已啦。反正就是现在的台湾人，有些他们会觉得我们现在在聊的议题是领养孩子，就是各种很超前了，对，已经不是说出不出柜这样子。对，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马来西亚还在停留着要不要出柜，但是台湾早就已经超越那个阶段了，因为毕竟那边婚姻又通过了，对，他已经通过婚姻很多年了，所以超过也是合理的。所以你去到那里会不会让你大开眼界？你就发现哇，原来就是做同志是这么的轻松自在，然后完全不用担心别人。我觉得是，其实我现在能够那么的在 IG 那么的大出柜的状态，其实也是因为我去到台湾，OK， 去到那边呢，你慢慢的，你根本不会觉得你有一个柜子， ，OK， 就是
你会觉得说，我没有需要出柜啊，只是我跟朋友。跟新认识的人，如果要聊到另一半，我就会直接说我的男朋友，我不会说，其实我是同志哦，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这样子，不用小心翼翼啦。对对对，就是台湾已经没有所谓的柜子存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阻挡。其实你自己的话是几岁怀疑你自己是嘞？我记得我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蛮喜欢跟男生亲近的哦。对，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好像怎么不可以爆料？没有啦，我好像跟老师没有啦。哦，没有，跟学我跟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跟男同学有很多亲密的互动，比如说亲他们的脸。可是我不是那种故意去亲他的脸，是他们允许的。然后我就亲过了很多男生的脸。我觉得，可是那时候我没有觉得我喜欢男生那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对，可是搞不好那个是一个迹象。OK， 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我反而是小时候跟女生玩，我从来没跟男生。我就发现到我好像比较适合跟女生对一起玩。然后才发现到自己的性取向好像不一样，就我不会喜欢很 man 的东西，可能我会缠女生嘛。但你不是，你是那种小时候就一直去亲男生，所以那个时候你亲的时候是有兴奋、开心、回味无穷，还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尺度很大。我不知道单纯觉得很好玩而已。但是那时候就不会想说要亲近女生，然后想要跟女生在一起，也没有，只是有想过，因为我会觉得很自然的，就是男生就是会喜欢女生，而且每个男生都有喜欢的女生这样子，所以当时候可能也有，我那时候应该也有说。觉得自己好像喜欢一个女同学，可是我觉得那种喜欢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喜欢，所以才喜欢，所以就是自始至终最可以让我喜欢的可能是他吧，这样子。OK， 这样子你是怎样确定呢？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是有怀疑到确定，而且这段过程可能是很漫长，因为中间是一直否认，就觉得我应该不是啦，应该是我思想有问题，应该是我、一个阶段而已啦，阶段而已啊。但是你会有很长的这段时间吗？就是怀疑到觉得我就是，我觉得我也有其实我应该也有好几年这样子，就是一直觉得，哎呀，应该不是的啦，应该我只是欣赏那个男同学而已啦，之后就会不喜欢了这样子。然后我真的花了很长时间我还问那个人说，我还问那个我喜欢的人说，我可以不要喜欢你吗？可是慢慢。你就会觉得，所以你几时就表白？这个是算表白了吧？算了。小学吗？中学的时候。中学。可是后来你真的确定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说你自己的可能性幻想对象也是男生。OK。然后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子，那你就是喜欢男生啦。Okay. 对啊。这样你有觉得这个过程是很痛苦吗？一定有啊，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很多方面都让我家里觉得很骄傲。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你是资优生 ，Top 1 student， 没有那么厉害。是啊，韩信的时候你是。可是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一点，为什么我要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在马来西亚，同性恋它就是可能是一个不能去讲的东西，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当这个角色。对，我甚至还会去。在我家里的观音台那边，我就跟他拜，跟他许愿，说希望我明天起来就不喜欢男生，希望我喜欢女生。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不能的话，你就让我不要醒来吧。这样子很极端，好夸张哦。可能叛逆期的时候，可是没有发生，我还是喜欢男生。OK， 所以，可是你第一次跟人家讲，你还记得是几时吗？我第一次讲应该是中学啦，还是大学，还是什么时候？应该是中学 Form 2的时候。是跟你的好朋友讲吗？对，我就跟我的好朋友。是女生还是男生？好像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你直接哇，你很敢你直接跟喜欢的人表。没有，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当时候啦。OK。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好像怎么好像有一种喜欢你的感觉，可是我不是 gay 嘞，就有点这样的感觉。这样子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跟你的关系有点疏远，还是不一样？还是他的 OK？因为后来发现他也是，原来他也是这样子，他还没有答应跟你在一起。对，他没有喜欢我。哇，这样你不是很 big take？ 就是我们明明已经很难得两个兴趣相一样，以前会这样觉得咯，可是慢慢就觉得没关系咯，现在遇到更好的。OK， 可是你
你有没有跟家人讲过呢？就是在你中学这段期间，有，我跟我的妈妈讲，然后那时候是在车上，然后我记得我妈妈跟我很 close 的，她就会喜欢跟我开玩笑。对，然后那天呢，她就讲说，哎呀，以后我老了，你会不会不要我啊？然后我就跟她讲，我不会不要你，我怕你不要我。就是因为性取向这件事情。对，她就说我不会不要你啊，为什么？然后我就挣扎了一下，可是我就跟她讲，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男生，我觉得我不喜欢女生。然后她就讲。他就可能也是停了一下，沉默了一下，然后他就讲：“我不会不要你啊，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可是我也不会接受你。”我还以为下一句是讲我会接受你，我会尝试不是爱你。他的意思就是我不会支持你去喜欢男生，可是我不会不要你，因为你是我儿子。然后他就说，然后还是会希望你会喜欢女生这样子。他有这样子讲啊？对，然后。可是后来呢，他可能觉得那时候我还小之类的，后来他就一直装作他好像忘记了这件事情，偶尔还是会说，哎，你有没有喜欢什么女生这样子啊？然后甚至有一次就是他跟我说什么算命师傅说我最近很有桃花运，会有很多笑脸迎人的女生在我身边，我就跟我妈说，可以不要女生吗？可以是男生吗？哎，你们很直接。然后我就看到他跟那个师傅打字，他就说 ，Can you help him like girl？ 哎，你当下不会觉得很无奈吗？会，我觉得很痛苦。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喜欢的就是男生啊。他就是选择遗忘。其实他跟你的妈妈跟我妈妈一样，是不是？就是明明已经讲过了，他还是问，哎，你有女朋友吗？是不是？有没有喜欢的女生这样子？所以你当下听到的时候，你还是会很。对，我会觉得，心里会觉得妈妈是不是还是不太能接受？对，其实我没有要强迫她接受，可是我觉得会不开心，是因为我跟我妈妈这样 close，而且这个是最真实的我，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我这样子？可是现在过了那么久，现在的她没有再问了，因为她知道我有男朋友她有在刷你的 IG 那些吗？对，有然后你又很高调，其实我觉得你算蛮高调的。我很高调啊，可是因为你有上很多同志节目，他应该都有看。还好啦，他的华语很差，他可能会来讲咩啊？OK， 可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人跟他讲的。他知道啦，因为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可能也很会做人。就他很讨好到我的妈妈跟我的家人，所以我妈妈是 OK 的。现在的他不会讲，你跟你男朋友怎样，可是他会讲，你跟他，最近有没有去哪里啊？他没有陪你咩？这样子，他已经会。他怎样陪你啊？因为他在台湾，他有来马来西亚看过你妈妈。有，然后我妈也有去台湾，然后我跟我男朋友有一起招待他这样子。已经见家长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蛮感动的是，我妈会叫我的男朋友他的干儿子。干儿子。不是叫什么媳妇还是？没有啦，就当做多一个孩子了。对，所以你觉得你妈妈现在是完全接受了吗？其实我觉得你不能说完全啦，可能她心里面还有那一部分是她不接受，可是她没有讲出来，因为她知道没有办法了。然后她也看到我很开心，过得很好。对，因为我听我的阿姨讲，其实。我妈一开始知道我是同志的时候，她说她是很心痛的，她就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就会觉得可能还会觉得很伤心，对，会觉得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子啊？为什么？对，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让时间去让他去了解。对，这个我也觉得我也非常理解啊，因为我也是有出柜嘛。然后我永远记得就是我的妈妈整个人憔悴，变得很憔悴，然后她甚至换了一个发型，就是我妈妈我从来没有看过她换发型。对，她好像就是大崩溃，然后去换一个发型，想要换一个心情，然后整个人就是那种，她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感觉到她整个人好像发生了什么很悲剧这样子，就是整个人变了。我觉得他们那一辈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教育出了问题？对，他可能会自责。对，是不是我小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母爱，还是父爱，还是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没有多跟他聊一些就是爱情这边方面，导致到他们会觉得我们误入歧途。他会说什么想歪了之类的。而且有一些人啊，会跟他讲说，哎呀，他只是掺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对，之后会改回来。我没有掺谁，我就是这样子。对，所以你觉得，所以在你的认知里面，你觉得你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呢？
哦，我以前一直没有想，我以前甚至可能会觉得，我不觉得有先天后天这个东西嘞，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人家有一个讲法叫做光谱，就是比如说性别有一个光谱，你觉得你比较像男生还是比较是女生，然后你喜欢的是比较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没有先天后天。哦，你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性取向没有完全的绝对。我个人是这样觉得。OK。但我的话，你这样看的话也难说，因为我也是13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比较喜欢男生。OK。以前没有这样觉得。OK。好像回答不到你。Sorry。没有啦，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话题也是很有趣啊，因为我以前也是有看过那份研究报告光谱的。后来我就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也是有给一个同志抨击之类的，我记得，我忘记我写了什么文章，然后他讲这个是早就已经是骗人的，他讲你是同志就是同志，不是就不是，没有所谓的中间。可是我个人真的觉得他是错的，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因为有些女生也是啊，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她们比较敢讲。有些女生她们是有男朋友的，可是她会跟我说，其实我是双性恋呢。他们会这样讲，我有蛮多这样的比例的女生朋友。我也是觉得很好奇的，因为我发现到女生好像比男生更容易。对，可是我有很多的女生朋友是跟男生在一起过，也跟女生在一起。对，可是我觉得是因为女生更加接受，对，她没有像男生那样被社会去限制住这个东西。就是对于同性恋来说，男同是比女同更加受到打击的所以我觉得女生她们可能会想说，那没关系，可能也不是打击啊，就是大家对男性的那个期望比较大，要结婚，对，要生孩子，所以大家就会不敢。对，所以我觉得搞不好很多男生也是有双性恋的倾向，只是他不敢去触碰这一块所以你觉得那个性取向是比较流动的？对，可能你是有没有可能现阶段是喜欢女生，下一阶段又喜欢男生？我有看过一个演讲吧，他说确实有这样的 case 的，就是有些人你不要看他说，他是男生，他结了婚，后来才说他喜欢男生，就代表他骗了那个女生他们真的有可能是后来才发现的后来才发现，跟后来变成又不一样概念所以我记得那个演讲讲的就是流动他就是真的就后来对男生有感觉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来，可能很难讲的，就好像有一些人就是可能突然间转吃素一样，就是突然间想吃素，所以可能人在某一个阶段突然间兴趣不一样，也是可能会发生。其实不是没有可能的，对啊。这样子你在台湾跟你的这个另一半最新这一半认识了多久啊？最新你不止一任嘛，在台湾就是好了，我现在的男朋友，我跟他在一起差不多2年。2年呐，这样子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要结婚之后？你们是有以这个为前提吗？还是你们就是谈恋爱而已？我们是以一直陪伴对方为前提，可是结不结婚这个东西，我们没有真的去讨论，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出柜因为他跟他家人是没有出柜，而且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他出柜这样子，所以因为没有出柜，我觉得就更加没有办法去谈论结婚这个事情。可是我很好奇就是有可能不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家人。如果除非你讲你是跟家里人断绝来往啦，不然的话，其实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我觉得父母多多少少都会观察到，可能几十年来都没有交过女朋友，或者是可能看他整天跟男生玩，还是跟你出去，他们多多少少会怀疑吧。对，可是我觉得，因为老一辈的他们会觉得说，你没有讲就等于没有他们会对不对？就是他们。你看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跟我妈讲了，她也当作不知道啊。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知道，可是他没有讲。反正这个事情是没有明确的讲过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讨论婚姻什么东西。可是你自己会向往婚姻吗？其实如果你问我会。就你会希望会有一个证明说，就是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告诉大家，你已经结婚了，而且是跟一个男生。坦白说我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来自的地方没有这个选择。对，所以我会更加觉得说，那我其实蛮想要这件事情的。但其实我觉得虽然我想要，可是我觉得我更加想要的是好好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不会说想必啦。对，我不会说我一定要这个东西啊，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因为我觉得婚姻其实它也不能保证爱情。对。
对我来说，婚姻是像我的话，我可以分享，我是很想要。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确实啦。我是一个很传统，我觉得我又一方面很怎样讲呢，就是很不安分守己，就是喜欢突破，但是在这方面我也很传统，我又觉得婚姻就是要有一个正式的这个仪式，所以我觉得我很难找另一半也是这样的原因。我是那种希望就是可以像正常男女这样子逛街，然后放闪、结婚，就是不用一切都是不让父母知道，我们做那种地下恋人这样子。明白。其实我们会蛮羡慕那一种那种台湾有很多那种什么夫妇的那种频道，对啊，他们就很大方秀，你会羡慕那种就是整天他的 video 就是秀他们多恩爱就好。我不会羡慕。我有认识一些夫妇频道。没有啦，我个人觉得谈恋爱，对我来说是2个人的事情所以我跟我的男朋友很开心就好了。我们不一定要去让大家看到，不一定要去结婚，不一定要去证明什么东西，就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意义的快乐，就是来自于我跟你在一起。对，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跟我说我不要结婚，可是我会跟你一直在一起，对我来说是 OK 的。OK， 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啦。对啊，只是因为像我讲的，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拍影片是蛮爽的，我相信你也认同，就是一直在记录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就是我的另一半可以跟我一起同时出镜。我会觉得，而且我们就是做自己平常会做的事情，这样子就是一个最好的。确实。对，但是你未来有没有想这样？还是你就是不要加施压就对了？你说拍影片吗？对，就跟你的另一半拍影片，可能就拍你们2个人去旅行啊，还是拍你们2个人去？其实我们有时候有啦，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也有拍我们的 vlog。可是我个人啦，因为我是一个大 I 人，就是有时候对我来说，开了镜头有一点像营业模式。对，我也是会有我每次开了镜头会讲话硬一点。对，所以因为你开了镜头，等于你在跟观众讲话。对，所以对我来说，偶尔可以拍一些我们的互动放上去。可是如果每天拍的话，我怕我们的互动会变质因为你知道，就是为了镜头感。对，因为你做影片的时候，你会想到流量，可能你想说，我们这样互动是很多人看的，那我们以后就多拍这样子。可是你这样子，你就会慢慢变质了，就是你原本平常你们没有这样子的互动，但是为了流量就对。而且你看，如果我是因为我们的互动而获得很多流量，那如果以后我接到业配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可能我们正常的谈恋爱可能有吵架什么的，然后你吵完架，可是你今天要拍业配，然后下一秒你要很开心这样子，对我来说会有一点精神分裂。所以我个人会觉得，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是属于我的甜蜜时光，我不想要这样分享给那么多观众看到。对，因为有时候2个人可能度蜜月或者是去旅行，就想放松而已。对，当你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就要营业了，对你也没有啦，要做人设，没有人设，甜蜜人设可能就是很甜蜜对，你就会觉得你这个时光没有那么的珍贵了那么多人看到了，不只有你看到而已OK， 每个想法不一样对，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是一个记录，但我的话是这样子OK， 这样子我很好奇因为其实我发现到你就是其实你也一直在摸索着你自媒体的方向，因为你一开始你并不完全以同志为主轴，现在其实也没有现在也没有，但是你有就是比较多在做这类型啦，对，就是大家邀请你也是因为这个身份，对，所以你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做同志这个课题呢？我会想做是因为我希望可以让很多可能彷徨无助的同志们可以看到我的影片，因为以前身为彷徨无助的同志的我，对，还包括我，对，就是我上网看不到太多资讯。你能看到谁？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能看到有哪一个马来西亚的 gay 在做影片，就只有郑冰燕，而且我也不算很常做。但那时候你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知道了。现在我的观众看到我的心情，就好像那时候我看到你的心情，我就会觉得，整个 YouTube 里面有几何会有一个华人的马来西亚同志在讲自己是 gay，而且那时候我记得你就是有做什么 Q&A。就是有回复什么你喜欢的类型像张栋，很像张栋梁。对，我很怕张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share 给张栋梁。Sorry， 张栋梁。但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你真的帅，我比较想光良。反
反正我在做同志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来跟我说，谢谢你拍这个影片啊。其实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我也不敢跟别人讲。我一直觉得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I mean like 那些人跟我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觉得只有我是这样子的，全世界只有我一个是这样。对，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没有想到你今天可以若无其事的，直接很大方的讲自己是同志这样子，对他来说可能是也是一个安慰，或者是一个希望。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若无其事。其实最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同志是可以若无其事的，就是对，他就好像你喜欢红色衣服、白色衣服，你喜欢 K-pop、喜欢 J-pop 一样，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不用害羞，不用自卑，对，可以若无其事的牵手，若无其事的亲吻，对啊，若无其事的结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对，在台湾那边，我确实就是这样子。OK， 这样子你拍了很多同志影片啊，这样子有没有一些很恨同志的就骂你骂得很够力？恐同有，应该有不少，所以其实坦白说，有一段时间我拍很多的同志的相关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每天都收到很多恐同留言。有没有一些让你很吓到的，就是太毒了，或者是威胁到你的？这就还好。因为我个人会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听你讲话，只是你还记得他们怎样骂你？有一些人有很多的，好，有分很多派，有一派是自然派，就会说很不自然，你们对他就会说，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繁衍后代，对，你们不自然。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啊，如果今天我是异性恋，可是我们要生孩子，所以我不自然吗？如果我是异性恋，我今天生不出孩子，是不是也是不自然？就是好，有一派是这样子的，那个我很容易反驳。OK， 然后有一些他就说什么，你不要把台湾的那种极端思想带来马来西亚，或者说我们马来西亚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可是我就会觉得什么意思？你是马来西亚人，我也是马来西亚人，我就出生在这里，我就是出生在这里的 organic 同志。我没有把外国的文化带回来，就是我会觉得，虽然他们这样讲，我有时候真的会偶尔会痛苦，因为讲真的，人还是会有脆弱的时候。比如说我上班上得很累，然后还要被老板骂，被同事骂。对，你下班你想要看 IG 放松，你一打开，人家就跟你说，什么你这个 gay 啊，什么一堆啊，你去。对，这样子啊 ，OK， 我就会觉得很不开心。可是偶尔我又会觉得说，正因为有这些人，我更要拍我的影片。我要拍到有一天没有这些人为止。对。其实你有发现到现在的马来西亚的环境有比以前好吗？有慢慢变好吗？我觉得有。我个人推测是因为自媒体的兴起，因为以前的我们呢，我们只能看主流媒体，而主流媒体呢，其实你很少看到同志的。如果你看到同志，通常是负面新闻，对，就是比如说一个同性恋杀了人，对，一个同性恋抢劫，他只是去打抢而已，当然是坏事，然后他们就会说男同性恋，或者是男老师骚扰男同学之类的，对，他就会放大他是同志的这个身份，对，所以你以前看到的同志都是这种不好的同志，对。可是当你有了自媒体，你可以看到很多同性恋自在的做自己，对，所以你会越看越多，你才发现，原来那么多 gay 的哦。其实我也是发现到，其实大家也可能现在时代真的变了，因为自媒体的影响哈，好像你有上那个 Good Show 的节目啊，我有看留言的嘞，完全没有人抨击你，就是大家都反而抨击主持人，就是大家都会，我就发现到好像蛮开明的。我也觉得，包括那个谁的叫什么名号的大棒鸡，不是 BBK 啊，对，他们做的那个节目哦，我也发现到很多留言区都就是我会发现到哇，马来西亚的网民这么有素质吗？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就是性取向这件事，没有讲说清一色都在骂同志。对，反而我看到有一些留言讲说，因为这几影片我开始了解了。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拍，像我们今天也要拍来讲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人你是不理解同志的，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族群，可是。没有，我们就是普通人啊。对，可是因为以前的人他会觉得同志啊，就是什么搞三搞四啊，什么不好啊这样子。可是你有真正了解过同志吗？对啊。这样子你在拍这同性恋影片的时候，我相信也会不会有一些同志也抨击你，会吗？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人讲你整天消费同志？会有这样子的？好像没有不会哦。但确实，
可能有马来西亚的同志，他就会讲说，这个话题很敏感，你不要拍，你不要拍了，怎么以后可能会有麻烦之类的。可是像我说的，我在一个能拍的环境下面，我为什么不拍？就是我真的替很多人去讲，甚至我有做一个 series， 是叫做100个同志的故事，就是我收集了很多人的出柜故事啊什么的，然后我替他们念出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给他们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还是会继续拍下去的。其实我也觉得马来西亚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啦，对啦，不是同志的地狱啦，不是，因为坦白讲啊，当然如果在马路上面亲吻接吻，然后结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同志的身份被警察抓。so far我是没有听过。对啦，对，这个也要讲清楚，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国外的朋友他不知道，他会觉得一定很可怕。我们是被丢石头吗？被鞭刑吗？也还好啦，就是确实可能有这样的法律。我有，但是我已经公开这么久，so far没有人丢石头给我。可是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因为我们是华人，我们是华人，所以他们接触不了这方面的。对，而且他看不到我们的影片，看谁那么谁那么贱嘛？我怕给到人家 idea。如果有人放了 subtitle send 过去，你会怕我们有危险？我怕但我觉得还好嘞，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有蛮多的同志节目啊，很多的媒体都在访问，收发安全。而且他的法律也没有说你不能谈论啊。其实我们只是不能够，目前马来西亚就是不能够有男性行为，对，不能够结婚而已啦。但是就是如果你是公开出柜，他应该是不犯法的。不犯法啦，我都一直出柜了。对，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因为看我们影片的，可能还是有很多就是我们的同胞马来西亚人，我不觉得可能也很多台湾人因为这集影片看你。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勇敢的做自己，因为我自己出了柜过后，其实整个人是变了的，就是我觉得整个石头心中的大石，真的就是真的动下来。我永远记得，就是我出柜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那个生理现象。就是我会 feel 到我的身体很多东西在流，我就是我解释不到的。你说里面的能量在流动？对，我会 feel 我出柜完了过后，我 feel 到我整个血液我都感觉到它在流。我发现到就是我身上有很多的那种肮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慢慢流走，然后就是出柜的那一晚，一开始我是很就是讲的，还是会有点担心。但是隔了第二天醒来，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像轻了5 kg，如释重担，就是容光焕发，就是终于这样多年的秘密已经讲出来，我没有这种负担了。对，当然，我觉得出柜是一个很解放的一个行为，因为你真的是把一个不是你的外壳脱掉了。对。但我也想说，没有办法出柜的大家，你也不要觉得说一定要出柜。对，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状况。只是对我来说，出柜真的是一个解放的一个动作。你解放的时候，你没有那种像我这种脱了一层皮的感觉哦。我觉得有就是虽然说以前也有跟一些同学出柜过，可是以前的我还是很害怕的。可是当我开始拍同志的内容第1集的时候，当我开始拍的时候，我原本有在想说，可是有的小学同学啊、中学同学有追踪我，可是我就想说，可是我难道为了他们我就不要做自己吗？这就是我因为这人生不是我的吗？我为什么不能做自己？不能讲我要讲的话，我就拍。当我开始拍，然后我看到他们有点赞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轻松了。我就觉得我没有东西隐瞒了，这就是我。如果你今天要退追我，没关系。对。那你现在是 OK？ 我们聊回你自己啊，就是你现在是长期打算在台湾发展了吗？就是没有回来了吗？敏感话题不要啦。其实。好像是这样子就是你未来都会长期定居在台湾。对，但我自己比较向往的一个生活方式是可以全职做自媒体，因为我现在不是嘛，因为我现在为了签证的需求有需要留在台湾，所以要有一个正职工作。但我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全职自媒体，然后多一点飞回来。其实我现在每次飞回来，我其实都会有一些小合作这样子，都会希望有一些跟本地的一些自媒体有合作啊。对。然后我就是希望以后可以像 maybe 像那个什么 CCY 啊、Soya 那种，可以两地飞这样子。我蛮向往这样子。Soya 也是现在蛮长，就是对，像 CCY 也是一直飞来飞去，其实我蛮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就是不要局限自己，就是
台湾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其实就是对两边都是你的家啦。对对对，我没有要放弃任何一个地方，我真的希望就是可以这样子。OK， 这样子你未来啦，你希望以你的影响力可以改变什么样的东西？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统治环境，你觉得马来西亚未来是有可能走向就是比较对同志友善这样的环境吗？好，以我的能力，我不敢想那么多。可是其实坦白说，你先问我，我会觉得马来西亚是没有无药可救。不要放这个去标题，不是我讲的。没有，我以前可能会这样想。OK， 可是慢慢我觉得，像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同志的那个接触是更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会越来越能接受同志的。可是因为也可能碍于可能一些宗教文化、政治的因素，我们的法律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看到有转变。可是我个人觉得民众的接受度，你越年轻的社会会越能接受。我是这样觉得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对，这个事情它只会慢慢变好，它不会慢慢跌的。就好像同志婚姻的国家只会慢慢变多，我不觉得未来会慢慢变少。对，因为坦白说，有时候台湾人看到现在的状况，他也会说，其实好几十年前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对呀，对啊，可能我们现在的马来西亚就是几千年前的台湾，几百年前的台湾，越夸张。对啊，就是我觉得我很难讲的，因为我经常就是我会经常跟人家讲说，其实不用这么悲观啊，在马来西亚的环境，我们现在是同志，我们也是一样过得好好。然后我也是公开出柜过，我还是一样可以上电台啊、电视台啊，我觉得还是会慢慢变好的啦。整个环境，我们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可能会被打压、被歧视，但是我觉得未来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的，就是可能1000年后的马来西亚。好久你这个跟无药可救差不多。没有啦，我是很乐观。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什么？我觉得是就是整个社会只会就是全球的社会都会迈向那种就是世界大同的那个社会环境，就是大家都不会再纠结什么宗教，然后什么性取向，这个是我的愿景，就是我期待的未来啦。对啊，就是未来世界，可能未来世界有一个什么外星人啊攻打地球啊，那个时候大家团结起来，对，团结起来，不会再分你是什么国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然后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们就一起打外星人。要这样子才能团结。对 ，AI 对 AI 打人类的时候，你还要分吗？我打不过 AI。对，好了，好了，就是我觉得最后的时候，你就回一下，就是有什么话想对那些还没有出柜又或者是对同志身份很自卑的人讲吧。好，我回答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了。对，没关系，还是要再讲啊，因为我们每讲一次就多一个人看到。所以我很会回答。不要有其他 OK 啦。如果你今天因为自己是同志的身份，然后觉得自己很孤单，觉得自己很无助，或者说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很痛苦这样子，我想跟你说，你真的不是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多看一些关于同志的内容，比如说我的影片，广告，比如说我们的影片，比如说认识多一点同志的人，或者认识多一点同志，或者能够接受你的朋友，请去跟这些人多相处。你要知道，你真的不是一个人，然后你要多了解同志是什么。比如说同志现在。比如说同志在哪一年已经在世界卫生组织除病化了，它不是一个很罪恶的东西，你要去多了解，你才越会知道说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你才会知道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对，加油！好，加油！我希望看我的频道的同志们会多吗？不懂会不会多？应该我相信也会很多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做自己。你看看我们2个人就是做了同志，就不是做了同志，本来是同志。你讲错话了。不是，感觉不是，就是我们也一样活得好好的，我们一样活在阳光下。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阳光下，就这么简单。好了，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下次见，拜拜。拜。OK。